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要来关心到的是今天的头条焦点哦。习近平抛出的“15+5”计划，并且呢，在谈话中特别也提到了对台从过去常常提到的统一大势，现在缩减成只剩下反台独，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会做解读。另外也会来关心大陆的11长假到来了，中国富人的风出国，他们是真复苏还是假繁荣？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先赶快来看到今天的几个火线话题，习近平抛出的“15+5”计划，未来我们今天会来特别就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做关注。他会把他的主力放在拼军事上面、拼科技上面，还是全面的来准备备战了呢？这一次其实网络上面也传出了，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主席将会交棒的一个重要关键节点呢？这个都会做关注。再来就是针对台湾的部分了，对台论述现在大幅的缩水，过去喊的统一，现在只剩下反台独，怎么回事？是战略的调降还是怀柔新招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富人在近期狂出国，从10月1号开始，这个大陆放起了长假哦。可以看到非常多人现在疯出国，怎么回事呢？世界似乎已经成为大陆人的后花园。这一波旅游潮代表中国经济的强烈复苏吗？今天也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哦，见证70周年的前一个晚上。记者招待会上面，习近平主席发布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呢，接下来10月份会召开20届的4中全会，所以在这个上面会特别提到了“15+5”发展的未来目标计划。他说要把它计划好，并且把它规划好，并且强调要紧紧的落实，包括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15+5”计划可能会有哪些比较具体的目标，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科技上，还是在备战上面呢？当前内外又有哪一些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更敏感的事情是，有没有可能外传的习近平可能会准备交班吗？委员怎么看？所以我想，之所以会有所谓的“15+5”，就是每5年定一个目标，然后这5年这个相关的部会在这个先前就做好规划啊，然后在5年内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哦，所以所谓的“15+5”就是第15个5年计划了哦。那么按照他们过去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惯例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状况跟目标，其实在过去他们几乎是每一个5年计划的达成率都相当的高哦。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未来的5年计划，所谓的15就是接下来的5年，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哦。那么特别是中国大陆，其实虽然是以习近平为核心，但是他们在分工职能上还是属于这个集体的智慧的一个凝聚哦，所以这个“15+5”显然它不会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一个官样文章哦。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外界每一次看到这个5年计划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的细读哦，因为细读这个5年计划才知道说接下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走向在哪里，特别是很多这个国际的各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法人投资人，他们也会看着这个5年计划来决定他们将来投资的标的。那现在显然看起来了哦，媒体现在凸显出来的几个关键点，当然大家看到说，第一个没有提台湾了哦，那么只提反台独，那这是不是代表两岸情势比较缓和呢？我还是要强调，两岸情势是不是比较缓和的关键不是在北京政府，两岸情势能不能够比较缓和的关键是在美国跟民进党。美国跟民进党要不要持续的玩火，这关系到两岸接下来是战是和。就如果照现在这个走势继续走下去，持续玩火，持续武装台湾，然后把台湾变成豪猪，然后进行全面备战，甚至美国的军事教官都进入台湾来进行训练了，那你就是把台湾推向火坑啊！就算他“15+5”一个字都没有提台湾，他最后还是有可能会动手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这里头没有提到台湾，好像就高枕无忧了，这个台独分子就可以高唱凯歌，觉得未来5年是好日子要来临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啦。但是有2个重点是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持续会努力推动的，就他们也看到了现在国际情势的发展啊，你看到美国走向了保护主义，你看到了美国走向这个单边主义哦，所以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关键的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突破关
键的核心技术嘛，他们最近一直都在做。我们待会会讨论的升腾910C，甚至这个华为升腾，接下来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产品会推出来。包含我们最近看到的中芯国际，在这个 DUV 的这个打造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了，甚至我们看到了一些讯息说，重复曝光就可以做出5奈米的晶片了，都可以做得到了哦。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积极的全面要试图突破。这个过去这1-2年间，从美国跟西方世界对他所做的科技围堵，所以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我相信这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晶片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包含 AI 的技术，这些东西都是关系到未来国力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大家看到的。可能的重点就是改善民生哦。那改善民生，其实我认为习近平早在几年前就在做了，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计划嘛。就你现在如果去上海看看，你会发现上海的民众搞不好比台湾的人更有钱。我每一次去上海的时候看到都很惊人的，上海那个金铺的门口排队排人龙的。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卖金子、卖黄金的金店。每天经过他门口都在排队，就跟在Chanel门口排队是一样的人潮，我无法理解。我就想说哇，然后呢，所以当你发现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中美关税战没有被打垮，原因是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就在推共同富裕了嘛。所以我常常讲说，中国大陆14亿人不用多啊，4亿人能够出来消费。这个市场就比美国市场大了，美国也不过就3亿人而已啊。所以如何让这个共同富裕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改善民生，促进更多的内需，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在未来5年它一定要做的。因为接下来的这个中美也好，或者是这个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在混沌未明的阶段哦，所以它必须要先这个扶植自身的消费力量，才能够有一定的底气啊。好，确实哦，现在在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中美的对抗格局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接下来的15计划其实定的也很细节了，很细致，就是要拼科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哦，要经济要富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继续请教苑老师又怎么看？刚刚提到习近平这一次不像以前主要谈这个统一，不只谈了反台独，怎么看他的这个策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也想要请教苑老师，有关于外传的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交班的这件事情，2个问题。我是从事于文字工作的，所以我对文字的解读特别敏感啊。我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解读上过于乐观。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坚定不移贯彻1国2制方针的话呢，这个不是讲给我们听的，这是讲给港澳地区听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1国2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提到是我们的一个选项，你要不要1国2制？你现在马上做决定。然后接着的话呢，要这个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这件事情的话呢，是民进党刚好阻止我们要深化交流合作的所以说呢，现在台湾本身来讲的话呢，在民进党阻止的过程当中，大家义无反顾的，包含我，就是继续往大陆参观访问，目的是为了和平，然后再进一步，这个选项也是在我们手里所以说你愿不愿意去，敢不敢去这个事情也说了，就民进党来讲。然后第3点，坚决反对台独，这个是更重要的讯息，因为目前《华尔街日报》里面讲出来，大陆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不能够说是你不支持台独而已，要坚决反对台独，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3点一合起来的话，其实基本上讲起来，才弄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家一听言有这个讲起来非常清楚，只是有一句话还没有讲清楚，就是按照国际的法律条约来讲，就是说是这个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你们这个部分讲到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讲起来是整个连贯性的。但是这个四中全会20大四中全会在10月20号召开的时候，要定那个15计划的话呢，这个不是，这个是经济计划，它不是计划经济，大家要搞清楚。而且14.5的话呢，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几乎可以说是100%实现。那你刚刚问到那个问题的话呢，会不会交棒的问题的话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哈了，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迹象，因为到了2027年的时候，那之前的话如果没有任何的动静，如果有动静的话呢，有某一位人士特别受到这个大家的瞩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可以觉得有可能。但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自己看到，我觉得习近平作为主席的话呢，他身体很好，所以说2种要这个下来的这种传闻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担当非常大的重要的任务而且他们这个团队来讲，我觉得大陆是犹如倒吃甘蔗，越走越好了。
好，所以我们现在关心到的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计划之下，我们也看到了说，确实现在经济是不是真的已经走向繁荣、走向复苏了？因为有一些具体的数字，我们在观众朋友要来检视，尤其现在开始放起了，今天开始嘛，11长假，大陆游客不只是在国内旅游，因为前几年比如说有提到说经济好像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国内穷游，但是现在开始有大批的旅客往国外去旅行了，这是来自于麦肯锡的最新报告指出呢，大陆的出境游全面复苏，消费者大举重返了全球的航线，尤其是来看到2025年国际航班的客运量比2019年还多了整大约是1成，其中超过70%这些月收入比较高，超过人民币3万元的富裕旅客，铁了心，他们认为说，接下来的一整年我们必须出国走走，次数多高呢？从3到5次，甚至有许多人一年出国超过5次。把世界当做了自己的后花园，能不能这样子来看？就说中国经济真的已经全面复苏了，有这么的乐观吗？那另外，近期韩国也开放了签证，因为跟美国的关系不好嘛，让大陆的朋友来。那这些国家能够抓住中国旅客的商机吗？干哥又怎么看？中国人呢，全世界中国人不是只有台湾人啊，台湾人是勤俭的美德啊，所以台湾人那个隐形的富豪有多少你都不晓得。我们有常常讲一句话叫"惨屌啊，田桥仔"，田桥仔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特性，因为完全你看不出来啊，他外表看不出来。现在大陆这种人啊更多了，所以11国庆8天连假都跑着要出国。我说今天真的是他们说在2019年就是那个才是正常的时候嘛，结果呢，到了2020年就发生疫情，对不对？对，2年到了第3年还没有完全复苏。可是麦肯锡的报告就说，哇，这个中国市场这个消费的5大惊喜的报告，他讲说，这个已经完全恢复到了这个2019年以前的水准，而且2025年的第1季跟第2季分别比2019年成长了9%跟13%，那是你用数据上的统计。我告诉你，麦肯锡不止，为什么？因为坦白讲一句，你说我们常会在就是影像上的那个印象是中国大妈到处扫货嘛，对不对？但你不晓得那个是行为上让你看得见的，但有一些是在商务旅客上是很难统计到的，因为这些人不想曝光。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去，他们所购买的精品的数目跟数量常常是真正的国际统计不到的，统计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个人的喜好比如说真正有钱人他们的那个消费习惯，他是不想要张扬的，所以你就晓得说，比我们所想象的数字还高得多。这里面他们发现43%的中国大陆旅客，他们坚持要住什么？要住连锁品牌的饭店。说以前中国大妈不是这个大家一起这个揪团，然后住到一样的饭店，大家就很开心很快乐都是乡亲在一起吃饭，一起shopping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他们现在已经发现那个行为模式改变，怎么改变？有接近一半的游客中国大陆出国的游客就是11这个长假，他们这个游客，他们有47%，接近一半的人干嘛？选择自由行。干嘛？自由行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说我不要被你赶鸭子，我不要被那个恶导游，比如说跑到其他那个某些地方去的时候，东南亚落后地区被那个恶导游牵着鼻子走不买就把你赶下车，这种他们现在绝对不会去吃这种亏，所以他们现在不赶鸭子。然后呢，在10年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原因就是什么？自由行可以代表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就这样。那你要自主权的话，是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很简单，就是他们会把以叫月收入在3万人民币以上的视为就是高消费群嘛，对不对？对。那但是呢，他说，你认为说3万元就是大手大脚了吗？不是，比3万元高的人多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韩国最近他已经开放了签证，就是说免签证入境可以待2个礼拜。那现在呢，他济州岛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进去一次的话，可以待30天的免签证待遇。
那这一次他们就是针对11这个长假，发动了更多这种优惠活动。那韩国这个地方就是11长假大陆最主要的一个据点，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大阪的那个世博会、世界博览会啊，日本、韩国还有哪里？再来东南亚，没有台湾啦。所以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在干什么啊？为什么？因为11长假是我们赚钱最好的机会啊！结果现在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开放两岸的那个就个人的那个旅游，对哈，连那个团客也不能来啊。那我们就损失多少钱？我一直在看，他说什么？你知道一年现在有7.5兆台币的观光财，我们1块钱都没赚到，你要不要哭啊？我要哎呀，对岸的同胞，我们欢迎你们来了，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解禁，看到你们来帮我们的台湾这个样子，你不要指望。而且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如果现在去上海哦，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大陆全面针对很多国家都开放免签了。对，54国，大陆的观光客现在非常多啊。以前你在浦东机场的时候，其实也许相对可能比较冷清，现在不得了了。那个浦东机场人山人海的。所以刚才这个问到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相关数据哦，这中央的统计数据公布出来的，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内需的力量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在内需力量的这个内部消费里头，观光客也扮演了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推力。所以其实我认为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免签这件事情是一件很聪明的事。对啊，当然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